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兄。今天我們要來深度拆解一份來自 AI 巨頭 Anthropic 的最新經濟報告。你可能在新聞上都看過 AI 的採用速度快得不得了，對吧？但數據底下其實藏着一個更深、更複雜的故事，一個關於兩個 AI 世界正在悄悄成型的故事。準備好了嗎？我們馬上開始。好，首先你必須記住這個數字 40%。在美國，已經有整整40%的上班族回報他們在工作上會用到 AI。你沒聽錯，這幾乎是快一半的勞動人口了。更誇張的是，這個數字在短短2年內是直接翻了1倍。這個成長速度你知道嗎？比當年電力跟網絡的普及都還要快。這股浪潮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的猛烈啊！不過問題來了。這股又快又猛的浪潮，真的有公平地衝向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嗎？這就是這份報告最精彩的地方。它揭露了在這個漂亮的40% 數字底下，一個極度不均衡，甚至可以說是充滿矛盾的現實。而這個矛盾，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核心。故事的第一章，我們先把焦點放在最首的單位，也就是你我這樣的個人用戶。報告分析了像 Clove.ai 這種平台的大量使用者數據，然後發現我們跟 AI 的互動模式正在發生一場非常根本的進化。我們正從把 AI 當成一個協作者，慢慢轉變成一個發號施令的指揮官。你可以想象一個數據甜甜圈。最大塊的那一塊佔了36%，仍然是寫程式，這個不意外。但真正有意思的是旁邊那幾塊正在快速長大的部分。你看，跟教育相關的任務比例從 9.3% 飆升到 12.4%， 科學研究也從 6.3% 漲到 7.2%。這代表什麼？這就代表大家已經不只把 AI 當成一個加快速度的工具了，而是開始把它當成一個外接大腦，用來處理更複雜的知識整理跟深度思考。講到這裡，我們得先搞懂2種關鍵的互動模式。第一種叫做協作增強，這就像你身邊多了一個超強的顧問，你們一起腦力激盪，反覆討論 ，AI 是你的思考夥伴。那第二種叫做任務自動化，這個就完全不一樣了。它更像是你把一份專案直接交給一個能力超群的下屬，然後跟他說：“這個交給你了，把它搞定。”這時候 AI 就是你的得力執行者。現在你來看這個趨勢，數據顯示，使用者採取指揮官模式，也就是直接下指令叫 AI 搞定任務的對話比例，在短短8個月內就從27%一路衝到了39%。這背後代表的其實是我們對 AI 的信任感正在急速增加，大家不再只是問問建議而已，而是開始很放心的把整個任務都交出去。這是一個從有點懷疑到開始依賴的巨大轉變。好，當我們個人用戶的行為在進化的時候，全球的版圖也正在悄悄地發生巨變。接下來，我們把視角從個人拉到全球，來看看這張 AI 的採用地圖。報告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 AI 使用指數。它基本上就是拿一個國家的 AI 使用量跟它的人口佔比去做比較，結果衡量出一個很殘酷的現實：一個由 AI 富國和 AI 窮國構成的世界正在加速形成。我們用個比喻，你可能更好懂。想象一下，全球的 AI 使用量是一塊超級大蛋糕。理論上，每個國家應該拿到跟自己人口差不多大小的份額，對吧？但現實完全不是這樣。新加坡拿到的蛋糕是它應得份額的4.6倍大，加拿大也拿到了快3倍。但反過來看，印度只拿到應得份額的1/4左右。而奈及利亞更慘，只有1/5。這個差距已經不是單純的落後了，這根本是在不同維度的競爭。這就引出了一個更嚴肅的思考。報告裡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關鍵。他說，目前的使用模式顯示 ，AI 的好處可能會集中在那些本來就已經很富裕的地區，這很可能會加劇全球的經濟不平等。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學術，但講白了就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AI 很可能不是拉近大家差距的橋梁，反而會變成一個大分歧時代的催化劑。好，
我們看完了個人怎麼進化，也看到了全球版圖怎麼分化。但這個故事裡還有第三個，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玩家——企業。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因為企業導入 AI 的劇本，跟我們個人用戶玩的遊戲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是透過 API， 也就是應用程式界面來部署 AI， 這從根本上就改變了整個遊戲規則。這裡的對比非常強烈。我們個人用戶用 AI 多半是為了協作增強和學習，把它當成一個強化的個人大腦。但是企業的目標完全不同，他們追求的是規模化和任務自動化。他們想打造的是一個可以7天24小時、全年無休、不間斷運作的自動化商業引擎。數據會說話，報告就揭露了，在企業透過 API 使用 AI 的案例中，有高達 77% 的目的就是為了任務自動化。77%，這個數字巨大到足以說明一切了。企業在部署 AI 的時候，核心邏輯就是規模化的任務委派，還有自動執行。不過，企業在這條自動化的康莊大道上，卻碰到了一個巨大的瓶頸。報告稱之為情景瓶頸，這是什麼意思？我打個比方好了 ，AI 就像一個米其林3星級的天才廚師，他的廚藝是頂尖的，但他現在卻沒辦法煮菜，為什麼？因為所有他需要的頂級食材，也就是公司的關鍵數據跟商業知識，全都亂七八糟的鎖在不同部門、不同格式的冰箱裡。他拿不到完整又高品質的食材，自然就做不出那道傳世佳肴。所以這就導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因果關係：企業能餵給 AI 的高品質情境資訊越多，也就是說，給那個天才廚師的食材越好、越完整，那 AI 能產出的複雜度跟商業價值就越高。因此，一家公司整合數據、提供上下文的能力，正在成為這場 AI 轉型競賽裡真正的勝負手。這份報告還有一個讓人蠻意外的發現，那就是企業對於 AI 任務的成本好像相對不那麼敏感，他們真正在乎的是 AI 的能力，以及它能解鎖的經濟價值。換句話說，只要這個工具能幫他們解決一個夠大夠痛的問題，那麼花多少錢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考量。這也意味着未來的商業競爭可能不再是成本的競爭，而是解決問題能力的競爭。講到這裡，我們其實看到了3幅截然不同的畫面，一個是越來越懂得指揮 AI 的個人用戶，一個是正在加速分裂的全球地圖，還有一個是專注在規模化自動化的企業世界。當你把這3條線索全部匯集起來看，我們就來到了最後的未來挑戰。我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AI 時代的發展，眼前有2條截然不同的岔路。所以，最終的問題又回到了這裡 ：AI 這項科技究竟會成為一股融合一切、縮小差距的強大推力，還是反過來變成一個拉大全球企業與個人之間鴻溝的元兇？這份報告它沒有給我們答案，但它用真實的數據非常清楚地把這個尖銳的問題拋到了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就取決於我們現在所做的每一個選擇。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 ，AI 的採用速度雖然飛快，但發展是極度不均衡的，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不管對個人還是國家都一樣。第二，個人用戶正在學會委派，而企業的目標則是系統性的自動化，這是2種完全不同但同樣強大的演化路徑。第三，一個全球性的 AI 數位鴻溝已經在我們眼前形成，富國跟窮國的差距很可能因此被進一步拉得更大。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